大家好，我是老李，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好照片的几个基本要素。什么样的照片才叫好，的确有一定的主观性。一张照片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觉得完美，不过也并非毫无根据，最起码要做到有主题、拍摄清晰、构图舒服。但是对于我们一般的摄影爱好者来说，要拍出一张好的照片，还是有一定的标准和规律可循的。所谓好照片，就是从一张合格照片提升为一张好照片。首先是拍摄主体要美化，而不只是简单的记录。无论是拍植物、花卉、风景，还是拍人像，最起码是把主体美化，拍得漂亮。比如什么角度、什么光线，如何设计陪体，有没有呼应，该不该选择这样的拍摄等等，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细节。作为一张好照片，首先要有明确的主题。当我们按下快门前，必须先明确一个问题：这里什么最吸引你？你想表达的主题是什么？如果连自己都不知道，那么这张照片拍下后，想必会被你倾到垃圾箱的。其实，在长期的拍摄摸索中，我们应该逐渐养成一种习惯，那就是按下快门前，脑海里应该已经构思好照片的展现效果，甚至连后期如何处理的思路都已经想好了，那是再好不过。一张好的照片要有鲜明的主题，或是表现人，或是表现一件事物，甚至可以表现该题材的一个故事情节。主题必须明确，毫不含糊，使任何观赏者一眼就能看得出来。在明确主题方面，我们要做到以下几点。第一，就是要用心布局来突出重点。实景和实景照片的区别就是，照片受4条边框的限制，而实景是连续不断的，观者可以把注意力移向周边任何部分。因此，我们如何将静物安排在这4条线之内，决定了这张摄影作品的成败。最为重要的就是决定把作为趣味中心的被拍摄主体安排在什么地方。一般来说，放在靠近画面中心的物体最为突出，但是一切的法则都注定要被突破的。我们要用黄金分割、9宫格，还是什么其他的构图方式，画面中心统统由你来安排。但是要牢记一点，就是要用心布局，这关系到你作品的成败。其次，我们可以通过大小比例的关系来突出重点。突出被摄主题的一个有效的方法是让它的尺寸看起来不太一样。这幅照片我们可以看到一大一小2个人物，父亲和儿子都低着头，将目光投向2个相反的方向，看上去有些不开心，也许父子俩闹了一些小矛盾。这幅作品有很强的故事性，是一张非常有意思的照片。我们再来看这张照片，我们的目光会自然落到主体人物身上。拍摄者通过全景的拍摄，在云雾缭绕的山水之间，表现出人与自然的融入，打破正常的比例关系，无论缩小还是放大，都能达到突出重点的效果。还有就是用画框来突出主体。这张照片在大雪纷飞的冬夜，透过车窗，我们的目光集中到人物身上，他用双手捂着面容，让观看者能够感受到人物的苦闷、烦恼和悲伤。拍摄者用雪花以及昏暗的色调来烘托人物的内心世界。我们再来看这张照片，同样运用了框架式的构图来突出主体。这幅照片明显的可以看出后期加工的痕迹，不过整体画面以暖色为主，给人以明快的视觉感受。这样富于创意的画框无处不在，只要你拍摄前用心去观察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这种画框式的构图只是一种噱头，是用来调换口味的，不可滥用。我想你当然不会要人们去多看画框，
而少看被拍摄的对象。还有就是用光来突出主体。无论什么时候，在拍摄中最重要的环节都是你对光的运用。它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，比如说获得准确的曝光量等等，它更是一种创造性的手段。我们来看这张照片，男子似乎在沉思，或者是在祈愿什么。拍摄者通过烛光来烘托出一种气氛，同时也起到了突出主体人物的作用。再来看这张照片，同样是用窗外微弱的光线来突出主体人物的视力。男子手握经书，倚靠着墙壁，在冥想着什么。我们再来看这张喷壶的照片，拍摄者有意将喷壶放置于背后的强光之下，透过塑料瓶体使喷壶显得更加的明亮，这样也很好的起到了突出主体的作用。所以我们说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只要看取景器，就要先看光线，观察光线的效果和体验光线的性质。通过用光来突出重点是最有力的手段之一。还有就是我们可以选择焦点来突出重点。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用大光圈把主体从环境中剥离出来，对你拍摄的对象精确聚焦，也就是把主体从空间中切割出来。我们来看这张照片，夜晚的闹市中，一位中年男子悠闲地坐在那里，他的目光似乎发现了拍摄者。这时，一辆疾驶的摩托车进入了画面，产生了动与静的视觉效果。主体人物对焦清晰，突出了主体人物，同时画面的色彩冷暖搭配。所以要拍摄一张好的照片，拍摄者有时需要耐心的等待。我们再来看这幅照片，拍摄者用了许多方法把注意力吸引到被摄主体身上。首先，他对着拍摄对象精确对焦，把一切其余的东西都置于焦点之外。通过俯拍的方式，使人物的形象显得丰满而俏丽。把人物的手部放在画面的右上方，把观看者的注意力直接吸引到手指上。以上所有这些方法都是把注意力吸引到被摄主体身上，来起到突出重点的作用。还有一种就是用线条来突出重点，这些汇聚线条形成长廊，使人的目光一直追踪着这个身影。我们再来看这张照片，在沙漠中，线条像箭头一样直指主角。拍摄者使用广角镜头扩大了前景的实有空间，缩小了人物的相对尺寸，强化了距离感和空间感。我们再来看下一幅照片，拍摄者通过墙壁上的图案，直接将观看者的视线移动到主体人物身上，画面简洁，一目了然。其实评判好照片的纬度有很多，但突出主体绝不会错。只有主体突出了，照片才更能抓住人的眼球。任何一幅摄影作品，首先要有一个主题，主题必须明确。没有明确的主题，片子画质再好，技巧再高超，也仍然是无病呻吟的压箱底片。一幅好的照片必须能把注意力引向被摄主体，换句话说，使观赏者的目光一下子就投向被摄主体。如果希望照片能吸引人，要让人们的目光在照片上有落脚点，要让人们的目光停留在画面中。比如这幅摄影作品，如果没有光影，我们很难将视线停留在被摄对象身上。同理，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应该思考，怎样把观看者的视线引导到被摄主体身上。我们可以利用光圈的大小、自然光线、引导线等等去完成。在突出主体方面，我们要做到以下几点。第一，就是简洁的背景。单色的背景不仅能让观众制造想象的空间，也能有效地突出主体。这幅照片就是拍摄者利用单色的墙壁来烘托出主体人物。活泼的男孩在跳跃的一瞬间被拍摄者快速地捕捉到，
整个画面简洁干净。在场景的选择上，我们还可以利用天空、大海、草地等纯色简单的地方为背景，这样便能避免不相干的元素的干扰，从而有效地突出主体。另一方面，我们也可以通过色彩的搭配来突出主体。在拍摄前，可以先观察环境的色彩和整体的基调。比如人像摄影，可以选择穿着和场景颜色成反色差的服饰。在拍摄静物的时候，当一部分颜色与其他部分形成鲜明的色差，或比其他部分鲜艳时，观看者的视线会被立即吸引过来。其实色彩的搭配除了起到突出主体之外，还应该注意色彩上的和谐。少女白色的服饰配上远方的蓝天白云，产生一种色彩上的和谐之美。还有一种方法，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拍摄角度的改变来突出主体。这种低角度的拍摄可以规避许多杂乱的元素，在突出主体的同时，还能拍出不错的空间感。而下面这张照片呢，是通过俯拍的方式，通过前景的扶梯，将观看者的目光引向下方的人物，营造出一种动静结合的环境氛围。一幅好的照片必须画面简洁，只包括那些有利于视线引向被摄主体的内容，而排除或者压缩那些可能分散注意力的内容。初学者总是喜欢把自己感兴趣的东西都塞到画面中，这就像交通拥堵一样，让人感到非常的糟糕，会让观看者不知道你要拍什么，想表达什么。因此，我们在拍摄的时候，就应该把有利于视线引向被摄主体的内容保留，而排除或者压缩那些可能分散注意力的内容。摄影师希望他们的照片能够被观看、注意和讨论，其前提是照片必须能够刺激观众，能引起他们的思考。好的摄影作品是可以刺激视觉的，从而使观众产生兴趣反应，以表明图像具有吸引力。如果观众的第一反应是我之前见过这样的照片，那这幅作品就失败了。其实拍一张好的照片并不难，无论手机还是照相机都是为你服务的。你需要找到适合你的题材，适合自己的方式，这就是摄影的魅力。我是老李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